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《人生全靠心情，让你拥有持续一生的106个最佳习惯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人生就是心情决定一切。有这套调整心情的习惯的人，能让最棒的一天持续一辈子。第二，用这几招成为人生赢家。操控心情，让自己心情变好的魔法习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人生就是心情决定一切。有这套调整心情的习惯的人，能让最棒的一天持续一辈子。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，自己每天过得开不开心，心情好不好，到底有多重要？其实心情好不好，可以说是左右整个人生走向的关键。比如一大早如果感觉轻松愉快，遇到点小麻烦也不太会放在心上，跟别人的一些小摩擦也会觉得算了吧，自然释怀。但如果心情低落，就算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也会放大好几倍，让人郁闷不已。正因为如此，学会调整心情，才是非常重要的自我管理方式，却很少有人真正去刻意关注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情。但实际上，心情和大脑的状态密切相关，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干劲、判断力、专注力。脑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。而且有趣的是，心情不仅受外在环境影响，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习惯和思维方式来主动调整。比如调整呼吸，闻喜欢的香味，在大自然中散步，有意识地多用积极正面的词汇。这些小小的行为，都会让大脑产生积极反应，慢慢平复情绪。当心情平稳了，自然而然就会觉得今天好像也会顺利。这样日积月累下来，最终会让人由衷地觉得我的人生真的挺不错。眼前的景色也许没变，但只要内心的滤镜变了，看到的世界也会随之不同。所以说，管理好自己的心情，其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人生最强技巧。过去如果您从没特别去调整心情，不妨就从这本书开始，培养起让自己心情变好的习惯，让最棒的一天从今天起陪您过一生。我将介绍7个让心情变好，让最棒的一天持续一生的习惯。1、相信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信仰。2、把那些超级无理的人从自己人生中赶走。3、早上起床立刻把被子踢开。4、无论如何也要为喜欢的事情挤出时间。5、让自己处于美好的环境里。6、不管做不做1秒钟内立刻决定。7、越是不顺的时候越要学会忍耐。首先第一个习惯是相信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信仰。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相信自己。这件事其实很多人忙于生活，很容易就忽略了。即使不喜欢自己的长相，或者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很没用，甚至都快要讨厌自己了，也依然要学会相信自己。当您快撑不下去，快要丧失自尊，被失败和挫折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哪怕这个世界上没人相信您，也必须要有您自己来相信自己。这种力量，某种意义上就像一种信仰。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宗教存在？那是因为相信的力量拥有超乎想象的能量。比如，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调查，地球上80亿人口中，超过60亿人都信仰某种宗教。也就是说，绝大多数人都把希望和力量寄托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灵身上。相信的力量，有时候能超越理性，创造出奇迹般的能量。那既然有60亿人都在相信虚无缥缈的神，为什么我们却不能相信镜子里这个真实存在、努力生活的自己呢？如果一开始觉得难，那就从练习相信自己开始。重要的是，在自己心里慢慢培养出哪怕一点点但确实存在的信仰，那就是只属于您自己的，可以称之为自己教的信仰。要时刻有意识地像一个相信自己的人那样去行动，即使暂时还不够自信，也要一边对自己说我相信自己，一边勇敢前进。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事，至少自己要永远相信自己，这就是支撑您人生的底气。第二个习惯是把那些超级无理的人
从自己人生中赶走。有一种需要特别注意的，是那种仗着关系好、态度随便、爱开玩笑、随口乱说的人。刚开始可能只是些无伤大雅的玩笑，但慢慢的就会夹杂着一些轻视、嘲讽的话语和表现。说不定他们自己并没有恶意，但正因为如此，反而更麻烦。被说的人那种不快和受伤，即便对方说开个玩笑嘛，也并不会轻易消散。还有一种更加棘手的人，会打着我是为你好，我是担心您的旗号，对您的事情各种插手，即使您并没有寻求帮助，他们也会擅自帮您分析问题，发号施令。更糟糕的是，这类人往往其实对相关领域根本不熟。正因如此，不被这些无理之人左右，是保护自己非常重要的一种姿态。说的直接点，如果跟某个人在一起会让您心情变差，那就一定要保持距离，划清界限，珍惜自己的情绪和时间。这是调整心情、保持好状态时必须要做到的事情，请务必记住这一点。第3个习惯是早上醒来就立刻把被子踢开。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我想更有自信一点，想更喜欢自己一些。确实拥有敬重自己的心、自尊心，就能每天过得心情愉快。而自尊心对情绪有着极大的影响，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好好培养自己的自尊心。不过，自尊心并不是靠取得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才能获得的特别东西，它其实是可以在每天一些小小的行动中慢慢培养出来的。比如说，早上睁开眼睛，立刻把被子踢开。您可能会想，就这？但这件小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人在能够履行对自己的承诺时，自尊心就会悄悄被满足。而其中最简单的承诺，就是醒来后立刻动一动身体，踢开被子。这个动作就是完成了第1个小任务。哪怕就这么点事，大脑也会认定今天也顺利开始了，从而切换到行动模式。这不仅仅是为了提振精神，更是把行动和自我评价联系起来的非常科学有效的方法。履行的自我承诺内容是什么都行，不一定非得踢被子，也可以是起床后马上叠好床铺这种简单的小事。重点在于把小事认真做好，积累起来就能培养出对自己的信任，最终带来巨大的改变。第4个习惯是无论如何也要为喜欢的事情挤出时间。现实往往没那么简单，日常生活中，想做的事情和必须做的事情总是同时涌来，根本不可能全部都应付得来。正因为体力和精力有限，才更应该全力以赴对待那些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的事物。喜欢的人、重要的兴趣，对自己而言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步的事。但人总有松懈的时候，当每天的生活渐渐变成例行公事，就会开始觉得那些必须做的事很麻烦，想着能不能偷点懒。如果这种偷懒的心态一点点在生活里扎了根，原本曾经全身心投入、热爱的事情也会慢慢受到影响。实际上，作者回顾自己的经历也说过，人生中最让他后悔的，往往就是在那些本来非常喜欢的事情上没有全力以赴的时候，明明可以做得更好，却没能集中精神，被环境左右，最终没能留下满意的成果。这种半吊子的态度，事后回想起来会非常懊悔。所以，唯独对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绝不能偷懒，要全力投入。我觉得这是减少人生遗憾、活出自我的重要姿态。与其被这也想做、那也想做，弄得每件事都半途而废，不如坚定决定这就是我最重要的事，然后全心全意去投入。这样的人生才会更有核心、更充实。同时，因为能专注在真正喜欢的事物上，每一天的心情也一定会变得更好。接着第5个习惯是让自己置身于美好的环境中。事实上，人会受到身处环境的影响，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大。无论您多么自信我意志力很强，只要长时间待在负能量的氛围里，心情也会不自觉变得消沉。比如和一些总是聚在一起抱怨、诉苦，谁最倒霉、谁最辛苦的话题没完没了的朋友，因为是老朋友嘛，就继续来往。
结果不知不觉自己也会被同样的空气感染。但那些真正能积极向前走的人，是不会加入这种群体的，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跟什么样的人来往，身处什么样的环境，会直接影响内心状态和人生走向。也就是说，良好的环境会对内心产生积极影响，而这种影响会进一步波及到日常的言语、态度和行动中，而这种变化最终会变成习惯，为整个人生带来积极的连锁反应。因此，那些明白自己所处环境对成长和幸福有多大影响的人，绝不会在营造环境这件事上掉以轻心，即使需要花费金钱和时间，也会去学习那些不断成长之人的姿态与思考方式，努力改变自己的氛围。比如去阅读自己尊敬之人的著作，或者散步于公园，哪怕是这样的小事，都是为了改变环境所迈出的第一步，也是为了整理自我而做的投资。如果您现在觉得自己想要改变现状，那么首先请认真看看自己到底处于怎样的氛围之中，您正和怎样的人来往，待在什么样的场所，接收着什么样的信息，这些真的能让您的心情变好吗？请您一定要有意识地积极地将自己置身于能让心情愉快的环境之中。接下来第6个习惯是，无论做还是不做，都在1秒钟内决定的习惯。说到底，人生就是做或者不做这2种选择不断重复的过程。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呢？大多数人脑子里会开始各种模拟演练，那个人会怎么想？如果失败了怎么办？等等，各种如果的念头一涌而上，结果就是越来越动弹不得。这种情况，谁都有过吧？而麻烦的是，这种犹豫会让自己越来越焦虑，最后陷入一个反复同样模式的恶性循环。脑子里虽然觉得自己好像有了更多的选择，但其实只是自己把自己困住了，然后为了没能去做某件事而自我厌恶，心情也变得郁闷。其实真正的状况非常简单，选择只有做或不做，就这2条路。只要您下定决心，无论选择哪一边，都能成为正确的答案。这里最重要的是，要有这是我自己决定的这种自觉感。如果是因为被别人左右、被压力逼迫而做出的决定，即使结果是好的，内心也会始终残留一种莫名的不安，因为心里总会偶尔冒出其实选另一条路是不是更好呢？这样的后悔。相反，如果自己确信这是我自己的意志所做的选择，那么无论结果如何，也就不太容易被不安所吞没了。即便中途遇到一点小问题，也能觉得这也在预料之中，并坦然接受。毕竟这是一条自己亲手选定的道路。说到底，就是已经做好了承担自己人生的觉悟的人。接下来第7个习惯，就是越是不顺的时候，越要学会忍耐的习惯。人生总有不如意、连番受挫的时期吧，比如经济突然恶化，健康出了问题，被信任的人背叛等等，像连续剧一样接踵而来，让人心灰意冷，无处可逃。这种时候，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忍耐的姿态。但所谓的忍耐，并不是无所作为的硬扛着，真正重要的是不抱怨、不放弃，一直去寻找某种突破口。无论多么艰难困苦，只要抱着我要在这之中找出一点点希望的态度，就能逐渐改变未来的走向。即使只是一丝微光，只要看到了，那说不定就能一下子扭转局面。再糟糕的情况，终究都会好转。相信我一定还能东山再起。心怀这样的希望，专注于当下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只要能做到这一点，您终究一定能走出那片黑暗。人际关系亦是如此，被伤害、被背叛，甚至对人产生不信任感，这种事谁都会遇到。但若能不被愤怒与失望左右，保持品格，守住自我，那么隔阂终会慢慢消解。到那时，真正能够用心信赖的人际关系也会随时间悄然建立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用这几招成为人生赢家。操控心情，让自己心情变好的4个魔法习惯。
只要掌握了它们，就能让人生万事顺利，情绪随心掌控，心情越来越好。一、立刻停止无谓的精神消耗。二、发自内心的感谢那些您可以无条件信任的人。三、越是无法相信他人时，越要相信自己的内心。四、不过分在意他人的意见。首先是第一个，立刻停止无谓的精神消耗。比如明明想集中注意力去做事，却总是东想西想，心神不定。很多人集中不了注意力，最大的问题或许就是日常生活中在不经意间消耗了太多精神力，而其中影响最大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智能手机。本来只是打算随便刷一下手机或视频，结果一不小心就过去几十分钟，心也跟着变得散漫了。电视和视频串流平台也一样，如果无意识地看着，宝贵的专注力就会一点点被削弱掉。所以关键在于事先明确规定好什么时候用多少时间，这样才能控制好。而且总是反复后悔过去的事，或者过度担心还没发生的未来，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消耗掉大量精神力。因为人的大脑光是用来思考就要耗费相当多的能量，到真正想要集中精神的时候，可能就早已精疲力尽了。正因如此，平时就要有意识地去管理新的能量使用方式，不在无谓的事上消耗，才能在真正重要的时刻全力集中，好好珍惜和合理使用精神力，也正是过上充实生活的捷径。接下来第二个，我想介绍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那些您可以无条件信任的人。能够拥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，其实是一件像奇迹一样宝贵的事。小时候，我们不计得失就能和别人交朋友，但长大以后，这样的关系就变得困难了。人际关系中，总会夹杂金钱、嫉妒等复杂情感。步入社会后，大多数人都会不自觉地用利害关系来看待他人。一旦牵涉到金钱，甚至连家人、老朋友之间都可能发生背叛。而更棘手的是，我们自己常常也难以察觉，原来自己也染上了嫉妒或功利心。正因如此，在这样复杂的现实中，能拥有一个超越利益关系、真心相信彼此的人，是极其珍贵和值得珍惜的。当您发现身边有这样的人时，请务必要第一时间说一句谢谢你，然后真心好好珍惜对方。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，我们才能继续对人与人之间的联系，对生活怀有希望，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那样温暖的存在。只要有那么一个能信赖的人，人生就会变得温暖而充实。接下来第三个我想介绍的是，就是在无法相信他人的时候，更要相信自己的感受。说实话，人心是世界上最难捉摸的东西，自己的心情尚且一夜之间就可能变了，更别说别人的情绪了。因为一点小小的言语误解，或者对方心血来潮的态度改变，我们的内心很容易受到影响，变得不安。即便是关系亲密的人，也可能因为一点误会或期望落空，动摇彼此的信任。人际关系本身就是敏感而需要深入理解的东西，因此我们常常在关系里太过用心，太过疲惫。而这时候最重要的，就是回到自己的心里来。我们无法完全看透别人的内心，但我现在感觉怎么样，我想要怎么做，这些是我们可以认真倾听、仔细体会的。当内心疲惫、情绪混乱的时候，就更容易失去对他人的信任。因此，首先要关注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。心理学上也有研究表明，当我们把意识放回到自身内心，对于他人的关系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。不是能不能信，而是试着去信的那份心意，才是从不安中走出来的钥匙。当您搞不清楚别人的心意的时候，请先静下心来，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那将会成为您改变人际关系、改变人生的第一步。接下来第四个我想介绍的是，就是不要太把别人的意见当回事。您是否曾因为别人说了一句话，而动摇了自己的信心？哪怕是自己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做的事情，只要听到一句否定的话，就会感到不安。这就是人性。但别人的意见，
归根到底只是别人的想法，并不等同于自己的正确答案。即便是家人、朋友，每个人的价值观、感受方式都不同，人很容易被环境影响，常常会把别人的声音误以为是自己的声音。但如果您能察觉到这一点，就是相信自己内心的时候，只要不违反社会规则，选择什么、怎么做，都是自己的自由。别人的话，只需当成哦，原来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就好。真正重要的是自己去选择那些发自内心想要去做的事，这才叫做真正的活在自己的人生中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